接下来看第三个主题，在考试中，有些题目你如果做的比较快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对亚洲考生来讲，或台湾考生来讲，在数学这边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你真的能力比较强，算的比较快，或者是你中了一些基金。请注意一件事情，因为官方会去侦测说你是不是有题目去写的异常去快，最后两个可能，一个叫做你在盲猜，你在瞎猜，另外一个叫做你可能是预先知道题目。好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弊行为，或者说就是基金会被系统标记起来。好，就是系统会去侦测你的做题时间。我们看证据在什么地方？来，官方在2019年的时候在解说他们的考试安全措施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投影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有 GMAC 的标志，可以看到他说他会去检测在考试中的异常的行为，那其中一个是难度比较高的反而答对，难度比较低的反而答错。但是我们刚刚讲是另外一个叫做时间，他这边有写到用非常异常快的速度去答，结果你最后是答对的。这边又有再继续强调说，这就是有可能你有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。这边又再强调一次，他们会去侦测你答题的这个时间 pattern。甚至有拿出一个图来做举例，比如说你看这个图，它是官方提供的，横轴是每一道题目一般考生、其他考生的平均做题时间，纵轴是考生的反应时间。如果今天是成正比或者是相关性高的话，那当然就是正常。那异常情况是什么？有些考生做得快、做得慢，这个考生不管怎么样都做15、20秒之内，系统就会把这个东西标记起来。官方当时的代表孟教授他设计这个 GMAT 的计分机制演算法的其中一个当时的参与者，我们把他的话原文截取出来了。他说，另外一个指标是答题时间跟题目难度之间的相关性。那当然，一般来说，学生花更多时间在难题之上，花更少时间在简单题之上。但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答对了很多题，其他题目花了比较多时间答错，那可能代表他事先知道那些答对的题目。那当然呢，这需要去对数据做快速的检测，你不可能看详细的数据，所以我们要用统计的指标来看有没有相关性，可以去把它跟考生作答时间的平均值来去做比较，就是看有没有不寻常的 pattern。其实老实说，并不是一次异常就被打入冷宫，如果只有1个到2个的异常，可能还是正常。好，但是如果是连续3到4个的异常，就是真的非常不正常了。他们说，我们需要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来做出这些判断，因为如果因为作弊指控取消学生的成绩，会有法律的风险。比如说，在美国，曾经还有学生考试机关告上法庭，说你怎么可以指控我作弊取消我的分数？要把证据拿出来。如果今天有足够多的统计指标显示你的行为不正常的时候，就是确定你有作弊的行为。如果今天真的是做的菜的题目太多的话，可能会被认为是作弊。但是呢，找的话会怎么样呢？比如说只有1个到2个指标，到底 GMAT 是放任不管呢，还是说今天它是用软性的处理方式，不一定是取消你的分数，它就把那个题目暂时不计分，就算你做对了，也不会让你的分数提升。官方其实并没有去明确的说 yes or no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，建议各位同学答题的时候，就算你今天中了某些东西，或者是就算你今天做的很快，我也会建议你至少要撑到大概30秒到1分钟，尤其是数学的部分。它的官方的指标是说，跟别的同学的这个做题数据来去做比较，我们是真的永远不知道别人做题的平均是什么时间，有可能这道题真的就是很简单。那做慢不打紧，做慢不会显示你作弊啊，哪有人猜题是猜慢的？所以做慢不打紧。但是如果是做快的话，可能会被怀疑。但我们不知道标准是什么，我会建议各位同学至少做题的时候，你不管是中了基金，或者是你很厉害，都建议你还是要撑到半分钟、1分钟左右会比较好，因为你无法去申诉，你也看不到里面的数据，我们只能好好保护自己。我会建议各位同学在做题目的时候，尽量还是要一道题至少30秒的时间。